得知要和死对头联姻，我天都塌了。哼，干脆直接装杀毁月，叫人，忍。好，太好了，陆小姐真是聪明伶俐，学富五车。父亲母亲这充满智慧的样子，儿子陷入爱河了。Damn， 我好像被人做局了。为了不嫁给沈行舟这个死对头，我可是连夜把这货从黑名单豪出来商量对策。你也不想娶了我哥家里添堵吧？我有一计。说。明天联姻宴上你扮弱智，我顺势拒绝。不要，好丢脸。那我扮弱智，你拒绝？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家伙插下来！喂，沈行舟，你不讲武德，放开我！场面乱成一锅粥。等我回过未来，人已经进婚房了。当晚我躲在书房种田，沈行舟洗完澡出来，他不语，只一味在我眼前转来转去找东西。文件呢？怎么找不到了？几次都差点让我看见。好热。哎呀，那什么，你先上楼，我11点进去。他点点头，双手捂着上楼了。喂，大师爷，你玩我是吧？你要不要看到现在几点了？回答我。啊，这也才10点85啊！真不是我故意拖延，我从小就雷沈行舟，尤其是初中，我邀请同学来家里烧烤，他路过门口看见我，突然飞奔回家，片刻换了身西装出来，从微分碎盖变成中分大油头，一脸冷酷的在我家门外晃悠。救命！他是脑急发作了吗？你老公，明明就是你老公，那投篮哥一直看你，我去，脑袋都从栅栏缝里伸进来了，我脸都被他丢尽了。你老公，我陆之一就是死外头，从这跳下去，我这辈子也不可能和他谈。沈行舟狠狠捏碎了手里的空气篮球，张个大嘴窝窝的跑了。当晚他就把 ID 改成了沈三爷，以黑化，从此我就成了大家口中的那个让沈三爷黑化的女人。我绝望了，坏了，这玩意儿真成我老公了。就知道喝。为了几个亿的项目，我忍了。你还委屈？去年咱俩闹呗。哼，你这毒妇用我朋友圈发了条条括约肌加断腹星汉，还艾特所有人，圈里谁还肯要我？哦，就知道他在报复我。别误会，我不是喜欢你，商业联姻而已。2年期满我们离婚，婚姻期间我会尽到丈夫的责任，除了爱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嫌恶心，心就对了。谁准你亲我了？你有种再亲一下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你有种再亲。原本赌气报复的吻，不知何时变了味道。沈行舟低声闷笑，俯下身。我让你舒服好不好？一大早，我面如死灰。哎，你今天几点回来？帮我买个蛋糕。不许撒娇。行，我今早回来。刚结婚就这么粘人，真麻烦。现在可以了吧？先说清楚，这只是夫妻间的流程罢了，免得你一直烦我。说完，他高傲地昂着脑袋去公司了。这种人治好了也是流口水。沈行舟虽然讨厌，但他的能干又弥补了这一点。几个月下来，我渐渐食髓知味，心情好的时候，偶尔也会给他几分好脸。这天我去沈行舟的公司找他，前台看见我，飞快拿起电话，捂着嘴叽里咕噜说着什么。我茫然上楼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就看见沈行舟端着高脚杯，一脸深沉地站在落地窗前向外眺望。不说话时，还真宝贝的是个尤物。压累，才分开9小时0.13分钟就受不了了。和死对头结婚后，他开始发癫。压累，才分开9小时0.13分钟就受不了了。我不喜欢粘人的女人。我假装没看见垃圾桶里的可乐罐，坐下问他：我大学室友晚上组了个局，要不要跟我去坐会儿？我很忙。那拜拜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想我陪你，我就勉强。好，你忙你的，我和别人去，告辞哈。什么人？男的女的？去什么地方？还回来吗？几点回来？回来后还这些问题，凌人在意。我怀疑这人 DNA 是反着扭的，没搭理他，开车回家了。我正在衣帽间挑裙子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上楼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取文件。你亲自回来取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？要见什么人吗？哼，没有分享的义务。高跟鞋和你这身不搭，穿洞洞鞋吧。昨天刚给你刷干净，这么冷还露个肩膀头子，生病了还得麻烦我照顾你，把外套披上。见我不理他，他有些焦躁地在屋里转了几圈，欲言又止。
其实我今晚不是很忙，要不……楼下倏然响起鸣笛声，他过去向窗外看了一眼，往沙发上一坐，不说话了。我踩着细高跟走到他面前，走，拜拜。他冷笑一声，别过脸。不知道谁又惹他了。我关上门，正准备下楼，身后突然传出一声开水壶般的鸣叫。我疑惑地推开门，声音瞬间消失。沈行舟面无表情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摇摇头，关门刚要离开，身后又传出一声凄惨的鸣叫。什么死动静？我再次推开门，声音又消失了。沈行舟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他抬眼斜视我。什么声音？我默默关上门，想了想，这次站在原地没动。果然，水壶声再次响起，似乎还有哽咽声。我去，这门是有什么开关吗？忍无可忍，我直接旋风无影脚。你很闲。你真没听见吗？就是那种又尖又长，像水壶烧开了。没有，莫名其妙。真是见鬼了！刚出门我就被眼前的青春男大闪瞎了眼。哎，姐姐在这边。姐姐好，我是苏妍的表弟陈漾。啊！快上车！陈漾绅士地为我打开车门，又替我系好安全带，才坐回主驾。我无意间向外瞥了一眼，看见3楼的窗帘好像动了一下，没放在心上。陈漾在伯克利读大3，前几天刚回国，准备开个人音乐会，平时忙得不见人。今天知道咱们聚会，非闹着要来。久仰。姐姐对我有印象？没有，只是寻常的客套话。来到 KTV， 酒过3巡，我抱着话筒激情开唱。全程安静坐在角落的陈漾突然起身走来，不动声色地一屁股堆开，试图靠近我的摩斯哥。我靠！姐姐，我对这里不太熟悉，能不能带我出去透透气？我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有点不好意思。看向疯狂往摩斯哥身上滋水，嗨到不知天地为何物的闺蜜。行吧，走。我点点头，带她上了顶层露台。你一直在国外上学？姐姐真不记得我了。我盯着陈漾的脸陷入沉思，依稀看出点熟悉的影子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我以前保护过的小胖子学弟。记忆中陈漾小我3届，是个阴郁孤僻还一脸痘的小胖子。放学后经常被校霸堵在巷子里要钱。苏妍跟我们不在一个学校，我见他总被欺负，就让他以后放学等我一起走。没多久他突然转学，我们也就断了联系。哟，这大高个皮肤也变得好好。那是生病吃激素药，所以不太好看。那你现在身体没事了吧？陈漾眉眼柔和，静静看着我，突然毫无预兆地向我伸出手。姐姐，你现在还好吗？就在即将碰到我脸颊时，我直接完美闪避，陈漾的手僵在半空。问就是14年舞蹈功底。抱歉，我只是看你头发乱了。姐姐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哭什么？能再见到姐姐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当初如果没有你鼓励我、保护我，我根本不敢想自己会变成什么样。我对姐姐只有感激，不要讨厌我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，你看你现在多优秀啊！哎，你等会儿给咱表演个那个门有点松。是门德尔松。对，你看这是闹的。陈漾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，越哭越来劲。我目光呆滞地陪他坐了会儿，突然站起来：“学弟，你先哭着，我下去给你拿纸。”姐姐，我有点头晕。我连忙撑住他肩膀，下一秒，一只皮鞋唰地飞来，狠狠砸在陈漾后背上。我吓了一跳，急忙回头。昏暗露台上，沈行舟站在几米外的阴影里，左脚少了只鞋。我说怎么不需要我来呢？原来你在外面过的是这种快活日子啊！一只大皮鞋唰地被人扔来，把学弟砸个半死。昏暗露台上，沈行舟站在阴影里，左脚少了只鞋。我说怎么不需要我来呢？原来你在外面过的是这种快活日子啊！姐姐，这位叔叔是叔叔。他扯了扯领带，想气场十足的走过来发火，却因为洁癖半天没下去脚。你俩先转过去，好吧？行。他不经意露出无名指的婚戒，云淡风轻。我是陆之怡的爱人。实在抱歉，看您这么成熟就误会了，姐夫不会怪我吧？老婆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那个，说点姐姐高中时候的事吗？对了，姐夫那时已经快大学毕业了吧？时间过得真快，岁月可真是催人老呢。坏了，
众所周知，男人过了25就是65，沈星洲今年刚好25，正处于男人对年龄的高敏感时期，这不往他心窝子捅吗？我和我老婆讲话，有你一个外人插嘴的份儿，家里长辈没教过你礼貌教养。对不起，是我多嘴。姐夫要是生气，就再拿皮鞋抽我吧。哼，勾栏做派。不，姐夫怎么骂人啊？我也是好人家的男孩，不知哪里得罪了姐夫，竟要遭此灭顶羞辱。只见沈行舟的表情越发阴沉，我生怕他俩来场真人快打，连忙缓和气氛，想叫老公又想叫死鬼，结果舌头打结。死老鬼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放在我腰间的手一抖，脸色瞬间惨白，不可置信看向我。我当机立断接了个闹钟。什么？我出生了！好，我马上到。说完就拖着僵硬的他往外走。回家路上，沈行舟一言不发开车。他突然悠悠笑了。你行啊你！这里又不是山东，谁在用倒装句？夜半露台，互诉衷肠，孤男寡女，回忆往昔。哇塞，我都有点磕你俩了。人家是苏妍的表弟，今年才19，什么姑娘？你今天很奇怪，发什么邪火？有吗？哈哈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主要是怕你弄出什么幺蛾子，影响公司形象，才不会吃你俩的醋。你千万别多想。听他这样说，我心里突然泛起一丝说不清的失落。这天之后，沈行舟就有些反常。首先，他做饭变得很难吃，味道像西兰花成精后拉的屎。闯江岛找金核桃去。不去。他冷漠拒绝，头也不回地扎进健身房猛练。我买了烤猪蹄跟他分享，他不但不领情，还咬牙切齿。你是想毁了我吗？不仅如此，有天中午我去他公司拿个东西，老远就听见一阵断断续续的锯木头声，从他办公室里飘出来。王秘书，这什么死动静？沈总刚睡着，这是他最近爱听的午休专用 ASMR。那我就不进去打扰了。下午我刚到家，没多久玄关处响起开门声。哎，买了你爱吃的那家小龙虾，晚上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吃吧。好啊，你先放厨房。积郁了几天的古怪烦闷瞬间消散，我心情莫名好起来。他点点头，又切了水果放在我手边，站在一旁欲言又止。这背这腰，小样勾引我，去洗白白。你心里只想着那档子事，却从来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。你心里只想着那档子事，却从来不理会我灵魂的出口。哼，心跳都这么快了，还跟我扯灵魂这一套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答不答应？不答应算了。我什么时候说不答应了？他突然扭捏起来，娇羞地挠了挠我手心。那我去洗漱。我被他勾得心痒难耐，飞快处理完工作，刚想关电脑，突然弹出一条好友申请。姐姐，我是陈阳。姐姐，我向我姐要了你的联系方式，想问问你和姐夫还好吗？那天是我不懂事，姐夫没生我气吧？没有，已经和好了。啊，和姐姐这么好的人也能吵起来吗？人上了年纪，脾气就是会古怪。姐姐受了委屈可以向我倾诉，我愿意做你感情的宣泄口，毕竟姐姐也帮过我。这小孩嘴真碎，从前没这么多话，要不是看在他姐面子上，我都不太想搭理了。我干脆给他免打扰了。外面似乎传来一丝几不可察的响动，回头看，栏杆处空荡荡的。回了句先不说了，就合上电脑，狂奔上楼。卧室门大敞着，进去我人都懵了。他换了身衣服，换了个发型，脖子套着蕾丝。当时他可极其不屑，说只有年老色衰的男人才需要靠这种东西留着女人。当时某人可是极其不屑，说只有年老色衰的男人才靠这种东西留着女人。哎嘿，我哎嘿一声扑过去，他被我抱住，才回过神来。我这才发现，方才还平静的沈行舟，此刻面如死灰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我正闭着眼，一声隐忍的哽咽突然钻进耳朵。不喜欢这样，还是公司出什么事了？不是。有种中年养胃又失业，送一天外卖回家，发现前上司的鞋在玄关的绝望脆弱。我又问了几遍，到底怎么了？说话，我问你话呢。不愿意可以不做，跟上形势的。他歪倒在床上，柔弱的抽泣2下。没有不愿意。哭就知道哭，一天小爷们唧唧的。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那我不哭了还不行？你别一直凶我了。我往床边一坐，扶着额头唉声叹气，场面一整个女莫男泪。要不你今晚去客卧睡吧，咱俩冷静冷静。他红着眼睛看我，抹了抹泪，落寞地抱起枕头，慢慢往门口走。沈行舟，你是不是和我过得非常不开心？不是。这段婚姻本来就是你和我赌气的结果。你要是这么委屈，我们就提前结束。
他瞳孔骤然紧缩。我没有委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没头没脑后往一举，然后夺门而出。沈行舟把门夺走了，我对着这黑洞洞的门框睡了2晚。我赌气没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一直没回家。我们似乎一夜之间回到绝交的那段日子。当时我谈了个阳光奶狗学弟，嘴儿还没亲上就被沈行舟教黄了，气得我牵了条狗去他办公室大闹。沈行舟1.9米的大个儿，抱着膝盖缩在文件柜上说我长俩大眼珠子出气用的。他抱着膝盖缩在文件柜上说我长俩大眼珠子出气用的。为了一份实习工作就放弃你，能是什么好玩意儿？陆之一，你真的很没品。我被他戳穿自己看男人眼光很烂的事实，瞬间恼羞成怒。你管你屁事！叫你一声哥，你真把自己当我哥了？陆之怡，我才不稀罕当你哥，我从来都不想当你哥。后来我好像说了很多难听话，扭头就跑，他跳下来追我，被狗撵了8里地。早上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，披了件衣服下楼。哦，是我的比格老公回家了，还顺便把门带回来了。2天不见，沈行舟憔悴了许多，这味道是消毒水味。你怎么了？他突然浪叫一声，这里疼，你跟人打架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。他捂着胸口不让我碰，我收回手作罢。那我去公司了。说完我就出门了。整个上午我都心不在焉，盯着电脑桌面上我和沈行舟去迪士尼玩的合照发呆。Oh my god， 这酸涩憋屈的感觉是什么？痛哉痛哉！陆总，有人找您，让他进来。哎，姐姐，怎么是他？看到陈阳的脸，我失望的靠回椅背上。姐姐脸色不好，是不舒服吗？找我有事。他递来2封邀请函，漂亮的眼睛漾起笑意。明天下午3点我的音乐会，姐姐和姐夫有空来吗？哎呀，真是不巧，有个会议临时改到了明天下午。这样，明天我让助理去现场送个最大的花篮，祝你演出顺利。那下周呢？我同学酒吧开业，姐姐和我一起去玩吧。下周也不行，我脚上长了个鸡眼，得去切了。是不是那老男人不让你来？你们只是协议夫妻，他凭什么管你？他也配？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我很想你。在国外这几年，我每天都很想你。父母离异后没人管我，我也没有朋友。你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一直留着。陈阳，打住！你觉得对一个已婚人士说这些合适吗？那时候你确实可怜，但这不是你现在大放厥词的理由。我的家事跟你没关系，我不喜欢你，更不喜欢你对我老公指指点点。你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既然你觉得我可怜，为什么不能再可怜我一次？我知道你为了家族形象要避嫌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你现在就可以把我关起来，别人不会发现。我在家乖乖等你，哪里都不去，只做你一个人的狗，只做你一个人的狗。住口！我怒不可遏，一把拽下脚上的洞洞鞋朝他砸去。你到底什么目的？是不是对家派来搞我的？我警告你啊，再胡说老娘找人弄你！陈阳起身逼近我，红着双眼可云是发疯。姐姐，姐夫他老了，强撑也是老黄瓜刷绿旗，但我不一样，你可以尽情享受我的年轻力壮。什么？你脚上根本没有鸡眼，你骗我！我操，你神经病啊你！我飞快抓起电话，霍秘书。霍秘书带保安闯入，确认陈阳未携带监听设备后，就把奋力挣扎的陈阳插了出去。姐姐，我给苏妍打了个电话，才知他这些年一直因心理疾病服药。他连声道歉，上次带他出来是想让他多接触人，没想到闹成这样，实在对不住。你放心，我今天就把他绑出国，回来上门给你赔罪。我挂了电话，瘫倒在沙发上。陆总，刚才沈先生来过，他都听见了？应该没有吧？我说您在待客，他在门口转了个圈就走了。他有什么反应吗？没啊，还冲我笑呢。我打开跟沈行舟的聊天框，犹豫下，人又不在乎。我上赶着解释会不会太奇怪了，我试探着发了句：“你刚才来找我了，怎么不进来？”过了好久，他回了个“哦啊”。真服了，没一个正常的。我咣当倒地。到家已是晚上9点，沈行舟似乎不在，客厅黑漆漆一片。我正准备开灯，借着窗外的暗淡月光，却看到一个人影坐在沙发上。听见动静，那人回过头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轮廓有几分眼熟。我愣了一下，陈阳。可陈阳不是被他姐插出国了吗？他顿了顿，起身向我走来。我急忙后退，一手抄起角落的棒球棍，一手去摸开关。暖光灯光洒下，却是沈行舟的脸。沈行舟站在我面前，身上酒气很重，
穿着陈样同款冲锋衣，做了陈样同款发型，红肿的耳垂上还戴着一颗小巧璀璨的耳钉。我这样，你喜欢吗？手里的球棍咣当落地，我呆滞地看他从身后掏出一把小提琴开始锯。锯了几下，他自己都听不下去，用力扔到地上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蠢了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好好练习。朋友们，谁懂啊？谁懂这种白天应付完疯子，又连开2个会，回家一开门看到傻子在 cos 疯子的救赎感啊！我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立刻马上从我老公身上滚下来！谁知我这一推，沈行舟突然就崩溃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只有这副身材和几个臭钱，但你都不稀罕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老婆，求你不要毁了这个家，我们好好过日子行吗？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你喜欢什么类型我都能满足你，以后别再见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刚想问到底怎么个事儿，就踉跄着被沈行舟带倒在地，他像滚筒洗衣机一样抱着我滚来滚去。我真想收拾那个绿茶，可我怕一旦那样做，你又会像从前那样再也不理我。哎呀，能下来把那星球带走中吗？男孩心里可苦可难受啊！他窝窝大哭一阵，突然松开我。老婆，我知道自己年老色衰，也没有从前粉了，这些我都可以改啊。粉什么粉？我前2天专门去了趟医院，你看。唰，他扣住我后脑勺，一把按怀里。老婆，其实联姻是我向我妈提的，我特别稀罕你，一想到你和那个死绿茶这样那样，我就心痛得快不行了。原来是你算计我，他到底哪里好？嫩瓜样子似的，知道怎么照顾人吗？不是大哥，你先松开，咱俩把这事捋一下。我不是你大哥，我是你老公，我是你男人，我是你亲汉子。他不就会点音乐吗？我也会，我给你唱歌好不好？天机算不尽，交织悲与欢，古今耻男女，谁能过情关？我过不了情关啊！别墅里面唱 K， 水池里面银龙鱼，我送阿叔茶去。沈行舟像一条被主人抛弃的比格犬，痛哭流涕地抱着我大腿 rap， 吵死了！沈行舟，你是不是在吃醋？所以你觉得我这么晚回来是去跟陈阳私会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是牵了他的小号。照片上是一双十指相扣的手，露出的大衣和我是同款。你这负心娘还不承认？我穿的龙袍，全世界就一件事吗？可是下午我都听见了，他要当你的 papi， 你还要把他关起来。陈阳今天是来了，但被我骂了一顿赶走了。你哪怕多听2句，也不会掉进这种低级陷阱啊！所以他在乱我道心，照片上也不是你。哼，蠢男人！苏妍几小时前就押着陈阳上飞机了，不信你自己问他。哦，那可能人家就素有点笨笨嘟。没眼看，赶紧把这深造性玩意脱了烧掉无应急。好，听你的。沈行舟，打耳洞不能喝酒，再加上本身酒精过敏，情绪又太激动，这才晕倒的。老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哎，死不了，老王8活千年。不过老婆，就算我凉了，你也会过得很好。我的遗嘱里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。啊？你什么时候立的遗嘱？我都不知道。你大一那年呀，整整8页呢。那天我拿着遗珠，本来想去找你表白，结果刚走到操场，就看见你在和别的男生表白，给我气得差点塞嘴里吃了。原来他喜欢了我这么多年。老婆，你能把调频调快点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和你贴贴，不然我的咪白遭罪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沈行舟，我叫沈行舟，10岁生日这天，陆之怡搬到了我家隔壁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想把兜里所有的摔炮都送给他。坏消息把人吓哭了，好消息给他当狗骑了2圈，哄好了。看着他蹦蹦跳跳回家的背影，我有点失落。早知道刚才爬慢点了。后来他换门牙，你笑起来好像钢琴哦。挨了一巴掌，虽是意料之外，但也爽了。
再后来，他因为逃无倒客被他爸逐条伺候。西内这一撞把他爸结实都震下来了。我也第一次体会到被老爹老妈混合双打的爽感。别打脸！哥哥，你疼不疼啊？要是说疼，陆之怡会不会为我多掉几滴眼泪？不疼啊。算了，不想让他哭。他在初3这年开始疏远我，迷恋上同班打篮球的竹节虫。联合，我从小学美式橄榄球，一根手指就能把那只竹节虫粘死。我邀请他来看比赛，要帮他洗洗眼睛。太野蛮了，像泥地里打滚的野狗。我很受挫，但我学会了篮球。可陆之怡觉得很丢人，还说这辈子都不会和我在一起。那一晚，我流下了500滴男儿泪，决定黑化。想了一宿，没想好黑化干啥，决定先不黑化了。陆之怡高3了，我经常拎着小蛋糕回去看她，顺便暗中解决喜欢她的男生。某天看见陆之怡和一个男生并肩往回走，我心里一惊。看清男生的脸后，又心里一松，还没我脚后跟好看。陆之怡考上了我的大学芜湖，终于可以表白了。我带着遗嘱、鲜花和股权转让书去找他，却看见他在男生宿舍楼下。陈玉安，那个表面高岭之花，实则养了8个替身的渣男。趁陆之怡上厕所的功夫，我把 baby 换成了 SB。当晚我被陆之怡堵在小树林里卯山，虽然很爽，心却很凉。陆之怡对我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陆之怡眼瞎谈了个捞男，我把人叫到公司，以后离陆之怡远点，我就让你进沈氏集团实习。好，我气死了！陆之怡在他心里居然连一份破实习工作都比不上。陆之怡知道后，牵了条狗来公司发疯，和狗对视那一刻，我差点饿裤裆里。我们绝交了，他拉黑了我所有联系方式，躲着不见我。再然后，她嫁给我了，虽然是捏着鼻子嫁的，但我又想活了。婚后生活如履薄冰，可那个死绿茶陈样出现了，怎么还是那个小时候的胖子啊？老婆，你不要碰那个脏男人啊！我想拿出大方的威严，却想到我一朋友就是忍受不了，和妻子大吵大骂，妻子直接和他撕破脸离婚了，立马又老实了。我劝自己，谁家男人不是这样过来的，忍一忍就好了。但我不是没脾气，我故意做了顿句难吃的饭惩罚他，让他知道谁是大小王。每天服帅意取悦老婆，结果等了半天。拿望远镜往下一看，老婆在和那死崽子聊天，心好痛。老婆还把死绿茶免打扰了，是怕被发现吗？好难过，但是还得做，不能让老婆不满意。但是真的好难过。老婆问怎么了，还说什么解除婚姻一想到朋友的下场。我咬着牙不敢说，可都这样委曲求全了，老婆还是要提离婚。感情夺门而出，只要我跑得够快，离婚就追不上我。我的咪好痛，但没有心痛。早上对老婆太冷漠了，去找老婆服个软。小腿。好消息，老婆没有干坏事，还是好消息，和老婆是双箭头。老婆给我洗洗擦擦，弄得香喷喷，进行生命的大和谐。她一直说爱我，不说不听。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。